18岁的小尼姑新婚也没有落红，这可急坏了富豪婆婆。可没想到小尼姑根本就不知道落红是怎么回事。你究竟懂不懂得怎么做媳妇儿啊？不懂，你娘没教过你？我爹娘只教我怎么做人。听到无暇的回答，大奶奶一脸惊恐。原本以为刚刚还俗的尼姑冰清玉洁，却没想她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。那尼姑庵里的师太没教过你做人吗？她既然同意你还俗，她没教过你做女人的道理吗？无暇一脸委屈的表示师太真的没有教过。一想到陪伴她18年的师太，无暇伤心欲绝。原来她本是苏州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刚出生就被父母送到了尼姑庵，从此她只知道自己是个孤儿，被师太收养。可想起那个恐怖的夜晚，无暇还是心有余悸。一伙军阀半夜闯入了尼姑庵，为了保住无暇的性命，师太竟把灯油浇在了自己身上，随即点燃了自身，引起骚乱，趁着混乱之际帮助无暇逃出军阀的堵截。重伤的师太临终前说出她的身世，无暇这才知道自己就是赫赫有名的苏秀世家的大小姐。面对后有追兵前无去路的困境，无暇也狠心跳到路过的汽车上。偏巧不巧，这辆车正坐着霍府的大少爷霍冬青，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。看着无暇求助的眼神，冬青并没有声张，甚至在官兵搜查的时候替他掩护。就这样，无暇在冬青的庇护下顺利到达苏州。他并不知道无暇发生了什么，临别前递给无暇一些银票，热心地告诉无暇自己在苏州的住处。无暇听到自己已经到了苏州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他沿街询问玉家的位置，结果还没找到自己的家，就晕倒在路边，恰巧被儿时的伙伴小四碰到，无暇这才有了落脚的地方。而通过小四口中得知，玉府竟然是苏州的首富。可无暇听到自己家很有钱，不但不高兴，反而非常难过，不明白一个不缺钱的家庭为什么要抛弃自己。无暇决定上门认亲求证，玉母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女儿，她激动的一把抱住无暇。无暇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些年每逢初一十五，风雨无阻的来教自己刺绣的老师，竟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相比母亲的热情，父亲却要把她赶出家门。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不是你爹，快走吧！老爷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无暇的见面礼扔进了火堆。这决绝的行为着实让无暇心寒，而旁边的妹妹更是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尼姑姐姐非常排斥。就这样，无暇在众人的驱赶下被推出家门，玉家的大门对她无情的关闭。无暇就这样被家人再次抛弃。他向土地爷爷诉说着自己的不解，不知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，到底玉父为什么狠心抛弃了无暇。在玉母的逼问下，玉老爷终于道出了实情。此女女生难命，命运多舛，需饱受18年清苦，方可一家团圆。早一日万万不可。衣衫破烂的小尼姑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却没想被父亲赶出了家门。来人呐，他给我轰出去！世界总是在逼我成长，让我看清世态炎凉。无暇走后，父母大吵一架，母亲这才知道玉父另有苦衷。原来18年前，无暇刚一出生就被老道士说是命硬，不但克父母，更是会给玉家带来灾难。如果躲过这18年，无暇必定是个栋梁之才。而今天离年满18还差1天，父亲不得已把他赶出家门。本想着过了今天再寻回女儿，而母亲总是那个心软的人，不顾老爷的反对，到处寻找无暇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经过管家的提醒，玉母来到了车站，刚巧看到正要离开的女儿。无暇听到母亲的呼唤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母亲。玉母看着分离18年的女儿，悲喜交加。娘不会让你再离开了。短短的一句话，却温暖了无暇冰冷的心。这一刻化解了他所有的疑虑，原来自己并不是被妈妈抛弃的孩子。正在母女二人喜极而泣的时候，家里竟然发生了大事。玉老爷子的60大寿家里好不热闹，竟有人把戏服的龙袍换成了真品，老爷就这样被奸人栽赃陷害。等无暇和娘回来的时候，玉父竟被警察带走。无暇刚一和家人相认，就发生了大事。二妹芷兰把这一切都怪在无暇头上，声称他就是个扫把星，立马让娘拿点钱出来救父亲。玉母不得不说出实情，现在的玉家早已是负债累累，根本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风光。芷兰为救父之身来找胡督军帮忙，没想到胡督军竟是个好色之徒。芷兰不但没办成事，还差点害自己失了贞洁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无暇突然想到救过自己的霍家大少爷霍冬青。他来到客栈想见冬青，却被管家告知他不在客栈。幸好无暇准备了信件让管家转交。冬青本以为无暇是求他救父亲，却没想到
巫霞只求能见父亲一面尽孝心，他表示坚决不向军阀低头。为了证明自己抵抗军阀的决心，巫霞用鲜血绣出了冬梅。冬青被巫霞的气节和孝心感动，主动去找胡督军交涉救出玉父。巫霞终于见到了父亲，父女相认本是件高兴的事，结果巫霞的一句话让玉父当场吐血身亡。原来玉父看到自己被陷害的龙袍，竟然绣工精湛，却猜不出是出自何人之手。放眼整个天下，能和玉家媲美的没有几个，可数来数去也想不出谁有这种绣工，而这龙袍终究是个祸根，于是命令巫霞当场烧毁。可虽知巫霞看过龙袍后，竟然说是他亲自绣的。你怎么可能绣它？真的是我绣的，是我在静音庵时绣的，有个香客还给了我们很多香油钱。玉父听到后一口老血吐了出来，他没想到自己千防万防，最后害了自己的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说你呀，不懂怎么伺候男人，不配做我家媳妇儿。18岁的小尼姑竟然成了大少奶奶，没想到新婚第一天就被亲妹妹揭穿身世。我姐当了18年的尼姑，当然不懂怎么做媳妇儿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让婆家人乱作了一团。霍家花了3个亿，以为娶回一个大家闺秀，结果竟然是个刚刚还俗的小尼姑。原来巫霞一出生就被冠上了客家人的标签，玉父无奈只能把她送到尼姑庵躲灾。本想着年满18再把她接回来，却没想她还是提前1天回到家中。玉父告诉巫霞这都是命，欠着巫霞不要自责。可在巫霞心里，自己间接的害了父亲。父亲临终前还是把祖传的秘籍传给了巫霞，这让二妹芷兰认为巫霞夺走属于她的一切，甚至把父亲的死都记在了巫霞身上，对待巫霞更是看不顺眼。是你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我不会忍你这个姐姐。玉老爷一死，要债的立马追到家里，胡督军带一行人大闹灵堂。幸好巫霞及时出现，当众人看到巫霞的绣品，这才相信玉家的刺绣绝技没有失传。巫霞的真诚暂时稳住了局面，她拿出玉家大小姐的架势，带领一行人给父亲出殡。直到这一刻，玉母才明白老爷为什么把绝技传给了巫霞。巫霞不负众望，冬青在路上看到玉老爷去世，不知为何巫霞的眼神总能引起冬青的怜悯之心。他担心玉家孤儿寡母遭人欺负，立马来到巫霞的家里。正巧看到胡督军在戏弄芷兰，冬青出手相救，因为冬青的善举让芷兰对他一见钟情，更是听到冬青说要和他们家合作的时候，芷兰心里暗自高兴。可他不知冬青是因为看了巫霞的手帕，才知道玉家的绣工竟然如此出众，这才敢承诺帮助玉家渡过难关。结果这之后，冬青竟然杳无音信，直到玉家山穷水尽时，管家这才想起多次帮助玉家渡过难关的霍家大少爷霍冬青。那可是个好人，要是能搭上霍家这条船，我们家一定能渡过难关。芷兰一听到要去找冬青，赶紧主动请缨，她想趁着这个机会向冬青表白。半路芷兰故意摔倒引起她的注意，可冬青对她根本没有男女之意，一直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冬青看到他们家的绣品时有些失望，这些绣品比起那个冬梅手帕的绣工相差甚远。于是冬青给芷兰几天的时间，如果能绣出令她满意的绣品，那她承诺的合作依然有效，能和这样的大户合作，就能帮助一家渡过难关。这项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在巫霞身上。巫霞带领家里的绣娘日夜赶工，可当芷兰带着绣品去见冬青的时候，冬青早已离开苏州回到北平家里，只给芷兰留了一封信。不死心的芷兰竟然说动了母亲，母女一行3人追到了北平，结果刚说出来依旧被拒之门外。经过打听才知道冬青并不在北平，芷兰深受打击躲在客栈，而巫霞并没有气馁，她带着馒头坐在霍府门前等霍老爷的召见。她的诚心终于感动了霍家大奶奶。大奶奶虽然同情巫霞，依然不愿意帮忙，可就在这时，家里的下人弄坏了老爷的吉服，眼看着明天老爷就要上任新会长，这让大奶奶格外着急。巫霞主动提出帮忙修补吉服，没想到就是她的这个善举，竟然改变了巫霞的后半生。青嫂子，那就是我大哥。女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，却没想到竟然是她的救命恩人。当初巫霞被官兵抓捕的时候，是冬青保护了她，可冬青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前几天还是一身尼姑打扮的女孩，怎么就成了自己的新娘？在苏州遇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尼姑。那一天正好是我回家的日子。冬青这才明白世上竟有这么荒唐的事，白白让一个女孩辛苦了18年。巫霞的遭遇让她有了同情心，可冬青并不知道，能让他们结缘的竟是她自己。当初冬青遇见了巫霞后，又帮巫霞救出了父亲，甚至在出殡当天赶走了胡督军。他的善举让巫霞在有难的时候再次想起了霍家，他找到财大气粗的霍家求助，
霍家大奶奶本不想帮忙，可就在临走时，霍家老爷的衣服被下人烫坏，吴霞主动提出修补衣服。霍老爷看到衣服上的仙鹤活灵活现，立马让人去寻找吴霞。当得知吴霞就是凤川牡丹的传人时，霍老爷一改往日的态度，当场认吴霞为干女儿，利用吴霞的绝技顺利当上了商会的会长。可谁曾想霍老爷贪得无厌，当他听到得凤者就能得天下的传言，竟然要用钱买下吴霞家的绣房。吴霞面对500万的银票毫不动心，她不能卖了祖上留下的基业，于是大奶奶有了一举两得的好主意，以帮助吴霞家还债为由，希望吴霞能嫁到霍家。吴霞从小在尼姑庵长大，对于情爱是一片空白，但她知道要想帮助家里躲过难关，牺牲自己的幸福也心甘情愿。就这样，她为替父还债，同意嫁到霍家。可霍冬青是个留过洋的人，坚决不同意父母包办婚姻，母亲以死相逼，冬青无奈只能成婚。可他没想到新娘子竟然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更没想到那个小尼姑竟是他的一生挚爱。可这个苦命的女人好不容易嫁对了人，却没想二妹竟然对冬青一见钟情。新婚当晚，芷兰找到了冬青，看着深爱的男人成了自己的姐夫，芷兰不知如何向他诉说心中的苦楚。可就在这时，管家来报有人欺负学生，身为爱国青年的冬青怎么能不去救人？芷兰紧随其后。就这样，新婚之夜，新娘子独守空房，新郎竟和自己的小姨子度过了一晚。就在父母等着小两口来敬茶的时候，看到的居然是冬青和芷兰从外面回来。霍老爷子大骂儿子没有家教，竟然拐走了自己的小姨子。芷兰不但不澄清，反而火上浇油，不是他带我去的，是我自己要去的。好在吴霞及时出现，平息了尴尬。冬青万万没想到吴霞就是当初的小尼姑，虽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，彼此并不讨厌，但同房这事还是让冬青有些难堪。冬青借机出去喝酒，直到早上才回来，他的行为竟给吴霞带来了大麻烦。冬青大清早就看到吴霞被罚跪，原来早上大太太知道他们还没有圆房，立马把责任怪在了吴霞的头上。冬青不忍，一同陪着吴霞挨罚。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吴霞，他竟有些心疼，于是把自己的围巾戴在了吴霞的身上。这是吴霞18年来第一次明白什么是心动。转眼就到了和母亲分离的日子，吴霞和母亲说着梯级话，芷兰终于有机会和姐夫告别。虽然她是个尼姑，你可别欺负她啊，不要像大奶奶一样逼她吃荤腥。看是在关心姐姐，却句句不忘提醒她姐姐是尼姑的身份。本以为贬低姐姐抬高自己就能引起冬青的注意，可冬青眼中只有吴霞一人，但没有感情基础的他们根本就无法圆房。二人商量决定在父母面前做一对假夫妻。另一边回到家里的芷兰整日闷闷不乐，为了尽快见到冬青，她来到北平，可看到姐姐一个人来接她的时候，一张大脸上满是失望。没想到冬青担心吴霞也赶了过来，看到冬青的那一刻，芷兰把春心荡漾表演得淋漓尽致。只可惜18年清修的吴霞竟没有一丝察觉，尼姑姐姐当上了大少奶奶，这让心高气傲的妹妹嫉妒不已，总觉得大少爷爱的人是自己，可无奈冬青竟成了自己的姐夫。芷兰本想把这份感情藏于心中，却意外得知姐姐和姐夫还未圆房，芷兰瞬间又燃起了希望。冬青，他说你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夫妻，那么你真正的有缘人呢？是我吗？可就在他幻想取代姐姐的时候，霍家的一场大火竟让二人修成正果。原来冬青购买的进口设备发生爆炸，霍家生意遭到了重创，冬青因监管不力自责不已。吴霞利用佛法解开冬青的心结，也因此冬青对吴霞有了新的认识。没想到吴霞竟能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，甚至从未上过学的她竟能开导他这个留过洋的高材生。可接下来的事更让冬青对他刮目相看。二叔为了提前抢夺家产，趁着霍家有难伙同外人落井下石，人人都不敢接的订单强行落在霍家的头上。面对一幅比利时女王的油画，想要用苏绣还原画像简直比登天都难，即便是吴霞这样的刺绣高手也无从下手。眼看交货日期在即，这可急坏了霍老爷子，他深知如果吴霞失败了，可要祸及全家。吴霞更知这是霍家翻身的好机会，看着自己绣出的成品，怎么也看不出油画的感觉，甚至绣出来的女王竟比油画胖了很多，明明是1比1还原的，怎么这脸看起来就是非常臃肿？吴霞百思不得其解，找不出原因。此时的二叔更是临门一脚，暗地里故意让大使馆缩短工期，提前交货。就在大使馆的人向霍老爷施压的时候，大家这才发现冬青和吴霞不见了。众人们纷纷猜测少爷带着少奶奶逃走了，二叔更是得意忘形，就等着接替大哥的位置掌管霍家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冬青和吴霞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。就在昨天，
巫霞还在为女王画像一筹莫展。冬青经过反复的试验，终于搞懂问题出在丝线上。为了找到更加适合的颜料，他们连夜来到了雪山，寻找传说中的雪银花。可冬青一不小心摔了下去。即便这样，冬青在巫霞的搀扶下仍然没有放弃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传说中的雪银花出现在眼前，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了问题。刚刚摘下的花瓣瞬间枯萎，冬青再次摘下花瓣，却发现和刚才一样。莫非老天爷亡我霍家，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了？冬青抱怨老天对霍家不公，可巫霞并不这么想，而是在雪花的启发下，想起了师太教过他储藏食物的方法。这边的巫霞刚把花瓣装好，再一回头却发现冬青已经坚持不住。都说夫妻本是同床鸟，大难来了各自飞。看着巫霞举步维艰缓慢前行，而交货的日子迫在眉睫，冬青不想连累巫霞和家人，让她先行离开，却没想巫霞的话让他感动不已。我不行了。不，你可以的，我要把你和雪银花都带回家去。终于天黑前，巫霞把冬青安置在山洞中。面对没有力气吃饭的冬青，巫霞更是贴心的亲自喂他吃饭。这刻冬青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爱意，而巫霞为了这刻足足等了半年之久。冬青在雪山意外身负重伤，巫霞不离不弃将他从生死边缘拉回。这一刻冬青终于醒悟，自己一直追寻的真爱其实就在眼前。看着眼前一口口给自己喂饭的巫霞，冬青心中充满了后悔和愧疚。新婚之夜他就让巫霞独守空房，甚至和他协议做一对假夫妻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深感愧疚。冬青终于深情地向巫霞表白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想永远和你在一起，就好像你对我不离不弃一样。我希望能和你厮守终身。从最初对父母包办婚姻的抗拒，到现在深深的真情流露，巫霞终于迎来了她作为女人的幸福时刻。原来先婚后爱也一样甜，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寻找的雪银花染出的丝线，更是绣出精美绝伦的女王画像，这让霍老爷子喜出望外。就在一家人高兴的时候，二姨太的一次不小心，让这幅珍贵的女王画像遭到了破坏。看着被毁的女王画像，全家人顿时感到绝望。冬青决定牺牲自己，以保全家人的安宁。他在临别前向巫霞深情告别，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巫霞的眷恋和不舍。冬青，我不会让你跟他们走的。军方大清早就来到霍家，要立马带走冬青。巫霞及时出现他地上的女王画像，令人惊讶的是，画像上的女王多了一条宝石项链。巫霞的巧夺天工不仅救霍家，甚至得到了女王本人的认可。女王亲自派人给巫霞回了谢礼，这让巫霞名声大噪，成了霍家的大功臣。霍老爷子趁这个机会把霍家交给了冬青，而婆婆也把家传宝玉传给巫霞。可结婚数月，巫霞一直没有怀孕，这让婆婆非常着急。替巫霞着急的还有巫霞妈，询问巫霞和冬青感情如何。我听说他当初新婚之夜，他都不在新房里，那现在呢？我们挺好的，你们已经同房了。看到巫霞羞涩了一笑，当妈的这才放下心来。可一旁的芷兰听到大姐和姐夫圆房后大失所望，原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，但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。芷兰借酒消愁，碰到了二叔，在二叔的引导下，芷兰承认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冬青。二叔听到后有些吃惊，但随后他就有了坏主意。你模样比他好，世面见得比他多，总有一天他会发现你的好的。自从上次霍老爷子把霍家交给了冬青后，二叔一直心怀不满。当知道芷兰对姐夫的心思，就决定利用芷兰来对付冬青。在二叔的推荐下，芷兰顺利成为冬青的助理，她的聪慧得到冬青的认可。冬青并没有觉察到她的心思。来，先喝杯茶吧。不是跟你讲先去忙吗？啊，哎，快！芷兰故意在冬青面前数落姐姐，芷兰的态度让巫霞有些意外。看着他们两个近距离接触，巫霞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小弟弟跑过来告诉巫霞，这就叫共同语言。巫霞一分神扎伤手指，冬青听到巫霞受伤飞奔而来，无意间在芷兰面前撒了一波狗粮。巫霞为了减少和冬青之间的差距，更是为了那个共同语言，竟然偷偷学起了洋文。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丈夫的感情，却不知自己的亲妹妹正在暗中觊觎她的位置。心机妹妹千方百计缠着自己的姐夫，可她这龌龊的心思被有心人看到。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要不就争到底，要不就干脆放弃。二太假意鼓励她去追求幸福，而二叔更是把她送到冬青的身边。有了两位的鼓励，芷兰越发大胆。她借着酒会竟然在台上向姐夫表白。你知道
我爱你是多么深，所以才会有如此的忧心。正是这样，才显得你我情浓。巫霞再傻也能听出其中的含义。自卑的巫霞离开酒桌，可哪知他刚离开就枪声响起，乱作一团。冬青为了夫妻情深在寻找巫霞，而巫霞为了姐妹亲情在寻找芷兰。可笑的是，芷兰却在生死关头还在想着冬青。偏巧不巧，芷兰被当成乱党被抓走，巫霞不想再连累冬青，独自一人去救妹妹。结果芷兰不但不领情，反而到处寻找冬青。冬青，这没有别人，只有我。当听到来的人只有姐姐一人，芷兰立马质问姐姐是嫉妒自己，误会是姐姐不让冬青来解救自己。芷兰的胡搅蛮竟然害了姐姐。看着警察就要追来，芷兰抛下姐姐跟着同学们逃走，而巫霞被警察抓了起来。冬青背着父亲，用霍家一半的家业换回巫霞的一条命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在预告封上你对我说的话，不管到哪儿，我都不会丢下你的。冬青的深情让巫霞感动，可霍老爷子怎会轻易放过巫霞？你给了他一半家产，就是为了这个女人。就在他痛打巫霞的时候，冬青不顾一切地保护着巫霞，即使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毫不退缩。直到霍老爷子气晕后，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。芷兰从外地回来，巫霞高兴地去接妹妹，结果自己的热脸却贴了冷屁股。面对姐姐为她受的委屈和磨难，芷兰并没有感激之情，反而和姐姐正面宣战。我很快就上班了，我想冬青太需要我。芷兰面对姐姐总是冷言恶语，却看到冬青时却眉开眼笑。很快就开学了，好好准备吧。那你会来学校看我吗？有时间我会跟你大姐一起去看你。真的，大姐夫就是对二姐很好的嘛。红玉无意的一句话让巫霞心有余悸，可她坚信自己和冬青的感情无人能够撼动。本以为芷兰是最不让她省心的妹妹，却不知小妹红玉更让她头疼。当得知红玉看上了家里的二叔，巫霞气头上给了红玉一巴掌，可就这一巴掌竟然毁了她的后半生。红玉向二叔哭诉想要和二叔分手，二叔因红玉长得像极了死去的老婆，一来二去对红玉动了心。听到红玉要和自己分手，他立马把这笔账算在了巫霞的头上。二叔利用自己和军方的关系，再次用芷兰是乱党的事来威胁霍家，逼着霍老爷子休了巫霞。巫霞是我妻子，是否跟她一起生活是我的选择。冬青霸气护妻，坚决不从。他决定和巫霞放弃家产，净身出户，可还没来得走就被婆婆拦下。冬青为了你跟他爹吵翻了，娘求你了，离开冬青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巫霞看到跪在自己面前的婆婆，为了冬青的前途，巫霞决定独自离开霍家。巫霞没想到自己的幸福就这样断送在两个妹妹手上，可刚一出门就被两个坏人盯上。小尼姑刚被婆家赶出家门，就遭到了坏人的抢劫，重伤的巫霞幸得好心大娘相救，无家可归的她跟大娘来到上海。这边的冬青到处找不到巫霞，芷兰终于有机会和冬青独处，表面上劝着冬青大姐只是一时冲动，过几天就会自己回来了，可实际上她巴不得大姐死在外面。人心向善，老天都会偏爱，善良的巫霞无意中就有一位重伤的男人，男人正是冬青的好兄弟志香。当初冬青拒绝父母包办婚姻，而代替冬青上门提亲的正是他。志香对巫霞是一见钟情，可他却是个真正的男人，甚至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得到他，只要他和冬青幸福就好。如今志香知道巫霞离开婆家，就是不想让冬青在父母和他之间为难，这才牺牲自己成全冬青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你们俩吧，算是先结婚后相爱，可怎么爱着爱着，竟然成这个样子？志香一边安抚住巫霞，一边连夜来到北平去找冬青。可不巧的是，冬青并不在公司，接待他的竟是芷兰。当芷兰听到志香找到巫霞的时候，谎称冬青去外地出差，志香只好留了纸条给芷兰转交。你跟他说，巫霞在我家养病，让他亲自来上海接巫霞。就在离开的那一刻，和冬青擦肩而过。看着每日寻找巫霞疲惫不堪的冬青，芷兰还是隐瞒了志香来过的事情。即便冬青的心里只有姐姐，芷兰也甘愿陪在冬青身边。为了让大姐永远都不要回来，芷兰竟然冒充冬青给巫霞回了一封绝情信。巫霞看着送给冬青的手帕和一张白纸，顿时明白冬青不会再来接自己回家。可她并不知这一切都是妹妹在暗中搞鬼。巫霞不想麻烦志香照顾自己，坚决要离开这里。冬青来接你了。冬青不会来接我了，我尊重冬青的选择。临走前还不忘交代志香不要怪罪冬青。志香再次来到北平替巫霞出气，见到冬青就是一顿胖揍。芷兰见到罗志香后立马溜走。我就为巫霞。巫霞在哪儿？你别装了，我放了纸条在你那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撒谎！当志香知道这一切，冬青并不知情，二人立马动身来上海接巫霞。这才知道，尽管他临走前交代了管家，
可还是没能拦住吴霞。他带着冬青来到和吴霞初相遇的地方，意外看到吴霞照顾的2个孩子。在孩子的带领下，冬青终于见到了吴霞。吴霞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丈夫。冷静过后，吴霞决定留在这里。你放弃我，会让爹娘生活得更舒心，得到的是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。冬青，你做得对。既然吴霞不愿意走，冬青索性也要留在这里。她试着吃起了土豆，这一幕让吴霞很是感动。一眼就喜欢的人，从来都不是年龄和颜值，而是这个人给了你一种别人给不了的感觉。说不出哪里好，但就是谁也替代不了。可等吴霞和冬青回到霍家后，霍老爷子再次给儿子出了那道选择题，要家业还是要媳妇。这一回冬青没有让吴霞失望，2人决定放弃家产去上海创业。吴霞临走前来看娘一眼，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钱都留给了娘家。这一幕竟然刺激到了芷兰，在和姐姐的争执中才知道吴霞要离开这里。就算我走之前对娘尽了一点孝道，你又要离家出走，让冬青担心的要死要活的，对不对？吴霞说出要和冬青去上海创业，暂时离开一段时间，直到看到冬青来接吴霞，芷兰这才相信冬青就要离开自己的视线。伤心的芷兰喝得烂醉如泥，无意间把冬青的行踪透露给了二叔。二叔想起前几天大哥对他说的话，家业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留给你，除非我绝子绝孙，我就让你绝子绝孙。此刻二叔露出了凶狠的眼神，立马召见了他的心腹。你又要离家出走，让冬青担心的要死要活的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把你丈夫留在身边？女人的几句话立马暴露她的小心思，深爱姐夫的她竟然看不得姐姐幸福。你为什么要带他离开？你想把我甩掉？没那么容易。失忆的芷兰喝得烂醉如泥，姐姐的忍让让芷兰肆无忌惮，无意中说出姐夫要放弃家业，带着姐姐远走高飞的消息。这话被贪心的二叔听到，二叔一想到冬青不在，家产自然落到自己的头上，于是二叔找到大哥打探虚实。大哥早就看出二叔盯上了自己的家业，家业我一个子儿都不会留给你，除非我绝子绝孙。二叔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定让大哥断子绝孙。冬青怎么都没想到，像疼爱自己的二叔，此刻为了继承家业，竟然想要自己的命。在告别了父母后，带着吴霞踏上去上海的路。就在二人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的时候，马车突然晃动，引起冬青的注意。一群黑衣人冲上来抓走了冬青。这一边，霍老爷子看到冬青留给他们的信，这才知道冬青带着吴霞离开了霍家。他派管家带人出去寻找，当管家们找到的时候，只看见昏迷的吴霞。吴霞回到霍家后，竟被众人误解。当时特别混乱，我被打晕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天哪！吴霞是一问三不知，二姨太更是火上浇油，坚定地认为是吴霞伙同外人绑架的冬青。霍老爷子听信谗言，竟然把吴霞关进了柴房。芷兰在报纸上看到冬青出了意外，而从妹妹红玉口中得知是自己透露的消息，芷兰立马猜到这一切一定是二叔所为。当他正面质问二叔的时候，老奸巨猾的二叔三言两语就把芷兰打发了。可知道他们私自出走的只有我们3个人而已啊！你喝醉说的话，连红玉都当作笑话，何况我呢？你想想，吴霞是个做事简单的人，指不定无心说给什么人听呢。二叔把责任都推在了吴霞的身上，这让芷兰更加痛恨姐姐吴霞。看着霍家上下一团糟，此时角落里的二叔露出得意的嘴脸。眼看着时机成熟，二叔秘密下令要除掉冬青，没想到冬青奋力一搏逃了出来，可在逃跑的路上又意外掉下悬崖。很快警察就送来冬青的尸体。吴霞听到冬青回来，高兴地跑来看望，结果看到的竟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吴霞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，可还没等她靠近就晕了过去。吴霞这一晕倒，竟然给霍家带来了新希望。禀老爷大奶奶，我给少奶奶号过脉了，这是喜脉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二叔眼看着马上就要继承家业，竟然没算到吴霞在这个时候怀了孩子，霍家又有了新的继承人。一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吴霞的身上。我现在连最亲的儿子都没了，我就是个废人。我求求你了，保全住这个孩子。本想去陪冬青的吴霞，经不起年迈父母的恳求，决定要带着孩子好好的活下去。冬青的突然离世给吴霞沉重的打击，她要让丈夫走得安心，走得得体。吴霞整理着冬青的仪容，正要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冬青的时候，吴霞竟然发现这具尸体并不是冬青。丈夫下葬当天，女人当众脱下了校服，这出人意料的举动让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。冬青没有死，她还活着。原本吴霞已经接受丈夫惨死事实，却在为她整理仪容时，意外发现这具尸体并非冬青。那双光滑的手让她立刻回想起冬青因常年画画时纸上留下的老茧。她急忙将这个发现告诉了婆婆。爹娘，那个人不是冬青，冬
冬青还活着，他没有死，娘。但无论他如何解释，都没有人相信他。白天，巫霞四处寻找冬青的身影；夜晚，她独自期盼早日见到丈夫。当看到霍家要为那具假尸体下葬，巫霞愤怒至极，她当众脱下校服以示抗议。然而在大家眼里，她只是一个神经错乱的病人。如她所料，冬青被一位老乡所救。她醒来后并没有立即联系家里，而是向志香求助。两人经过一番深入探讨，确定这次意外是人为所致。到底是谁要追杀冬青，他们不得而知。为了冬青的安全，志香让他暂时不要露面，自己则前往霍家打探虚实。志香看望了干爸干妈，而巫霞见到志香，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。她将自己的推测告诉志香，并透露自己已经怀了冬青的孩子。这一刻，志香心中波涛汹涌，几乎要告诉巫霞真相，但一想到幕后黑手还没出现，衡量利弊，还是忍住没说。回去后，志香给冬青带来了最新的消息，报纸上刊登着霍家大少爷出殡的新闻。为了冬青的安全，志香并没有告诉她巫霞怀孕的事情，但她却在加紧排查幕后黑手，即使在忙碌之际也没忘记替冬青尽孝，更没忘记去看望巫霞。看着身怀6甲的巫霞，每日不停地绣着我等你这3个大字，志香心中的防线终于被打破。她再也忍不住告诉巫霞冬青还活着的消息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她趁着巫霞每逢15上香的习惯，悄悄安排他们2人见面。当巫霞终于见到死而复生的丈夫，泪水夺眶而出，他们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。冬青更是为自己即将成为父亲而激动不已。然而他却告诉巫霞暂时不能回家，并叮嘱她不要把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。自此回家后，巫霞像变了一个人，连刘妈都感到有些意外。婆婆听到巫霞一顿吃5个大馒头，每天还心情大好，不但没有高兴，反而多了一丝担忧。她甚至怀疑巫霞的精神错乱是不是严重了，于是劝着巫霞妈多陪陪女儿。巫霞妈试图劝她想开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不料巫霞却坚定地表示冬青还活着，并叮嘱母亲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然而巫霞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芷兰，芷兰欣喜若狂地来到霍家，本想要向大姐打听冬青的消息，却在门外意外看到志香。一想到他是冬青最好的兄弟，于是他悄悄地跟在志香身后，直到看到他进入一座宅子。为了尽快见到冬青，芷安竟然不顾一切地爬过狗洞进入院中。当他终于通过窗户看到姐姐的画像时，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，这让他更加确信冬青还活着。与此同时，冬青也看到了门外的芷兰。看到冬青的那一刻，芷兰不顾身份扑向了姐夫。你没有死，你还活着。志香见状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她知道芷兰对冬青的感情并不单纯，而此时巫霞正盼着丈夫早日归来，可没想到他们的再次见面竟成了此生的最后一面。女人好心来看生病的宫爹，就在她满心欢喜地推开门，意外看到宫爹毫无生气的脸，她惊恐地呼喊医生。然而空旷的医院仿佛变成了鬼域，竟没有一个值班医生。情急之下，巫霞背起宫爹下楼求救，但宫爹的身体仿佛重如千斤，他力不从心，重重地摔下楼梯。这夜霍家失去了2条人命，而孩子流产成了巫霞心中永远的痛。可就在霍家上下乱作一团的时候，二叔却在一旁暗自窃喜，自己害死了大哥竟无人发现。他以为大哥和巫霞孩子都死后，这就意味着再无人能和他争夺家产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宫爹早已立下遗嘱，霍老爷子还有一个小儿子东康。愤怒的二叔搬来了救兵，想要借助官方的力量，以东康年幼要强行执掌霍家，但霍母的坚决反对让他无法得逞。二姨太误以为大姐要和他争夺家产，极度中烧，竟然口出狂言：现在霍家就剩下东康这只血脉了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让你儿子出来替老爷捧灵位、摔瓦盆子呀，你叫他出来呀！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冬青却奇迹般地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。爹，我回来了。他的出现像一把利剑，瞬间刺破了二姨太的嚣张气焰。二叔不敢相信掉下悬崖都能活着回来，霍母更是惊疑不定，怀疑眼前的儿子是人还是鬼。只有巫霞的眼中充满了爱意和坚定。冬青的归来再次让霍家陷入了混乱。二姨太把老爷的死归咎于冬青和巫霞，认为如果不是他们离家出走，老爷就不会生病去世，因此他坚决反对冬青接管公司。可他并不知道，冬青早已暗中布局，早就把工厂的资金转移到上海总公司，如今的北平工厂只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。这不可能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眼下这些不动产的厂房和机器，全都在上海总公司的旗下。二叔没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他的心被冬青彻底粉碎。这一刻的二叔立马跪在大哥的灵堂上，泪流满面的道歉，不知是真心悔改还是在演戏。总之他的行为让在场的人信以为真。
多年的叔侄关系让冬青选择了宽恕，却没想他的这个决定却给日后埋下了隐患。无暇看着冬青，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，他没能保住他们的孩子，这让他觉得对不起冬青。而现在冬青又要带着芷兰去上海工作，我会在上海帮你们找一个新房子，让你们住得舒舒服服。无暇的心里更是五味杂陈，他恨自己帮不上冬青，虽然看不惯芷兰喧宾夺主的态度，可一向善良的无暇把这切藏于心里。他的隐忍并没有让芷兰收敛，反而越发的大胆。我对冬青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你心里应该明白的。既然在工作上帮不上冬青，无暇选择留在北平照顾家人。眼看着芷兰带着挑衅的眼神拉着冬青离开，玉无暇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芷兰的公关能力确实帮助了冬青，他们在上海的工厂开展非常顺利，但他的心和嚣张也间接的显露出来。冬青为了感谢芷兰的帮助，带着蛋糕和鲜花给她过生日，这一举动竟被芷兰误会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芷兰，你别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芷兰，你干什么呀？新晋女本以为男人都喜欢美女，结果冬青却是个例外。我爱的是无暇。悲剧的芷兰失望至极后做出疯狂举动，醉酒后竟然和酷似冬青的男人发生了感情，以为自己找到了归宿，却没想早上醒来她再次被男人抛弃。我们好像做了一些疯狂的事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直到这一刻，芷兰才知道昨天晚上的男人并不是姐夫。失去贞洁的芷兰把这一切都记在冬青头上，趁着冬青劝她不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的机会，她假意答应后，却趁着冬青不注意，故意给她的牛奶里加了佐料。毫无悬念，冬青从床上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竟是穿着睡衣的芷兰。我已经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你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冬青根本不相信芷兰的话，可芷兰一口咬定自己的初夜给了他，尽管冬青一再否认，芷兰就像膏药一样整天缠着他。你为什么睡我床上？我们都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我为什么不能睡在你的床上？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和冬青亲热，他忍无可忍，给芷兰留下一封信。你想摆脱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碰到了游行队伍，他立马下车去声援工人，即便志香极力劝阻也没能拦住他，却没想警察及时赶到，现场顿时一阵慌乱。冬青带着受伤的工人躲到了暗处，可就在危机时刻，芷兰赶来质问冬青：你想离开？你欺负了我，你还想离开？此时的冬青一心救人，根本没有时间和芷兰解释。面对胡搅蛮缠的芷兰，冬青终于忍不住让芷兰马上离开上海。离开上海？我宁愿死在上海，我不离开这儿。你想看着我死吗？我死给你看！芷兰没想到自己的任性惊害了冬青，就在这一刻，也许是夫妻间的感应，远在老家的无暇瞬间扎破手指，她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却没想到丈夫在千里之外命悬一线。芷兰焦急地等着医生的好消息，度日如年的他们竟换来一句我们尽力了。冬青在临死前把无暇交给了志香照顾，而芷兰在最后一刻还在逼问冬青爱的人是不是自己，说你爱的是我，可仍然听到是无暇的名字。无暇飞奔来到上海，看到冬青的尸体后痛不欲生，心机妹妹竟没有放过这个可怜的姐姐，反而搬弄是非说冬青爱的人是她，并且和冬青有了夫妻之实。无暇一直都相信冬青的为人，根本就不信芷兰说的话。如今冬青已经过世，争吵这些根本毫无意义。无暇决定后半生替丈夫尽孝，却没想到刚踏进家门就看到满地狼藉。她疯狂的寻找，整个院子空空如也，连的人影都没有。原来霍家被军方洗劫一空，刚刚失去丈夫又失去了这么多亲人。无暇拿出绳子抛到树上，谁怕有一天你离我远去，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。没有了你，山河太阳星星都多余。丈夫的突然离世让女人伤心不已，可更让她伤心的却是丈夫的背叛。芷兰告诉我，冬青爱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无暇接受不了现实的她想要一死了之，伴随着沐浴声，无暇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这才知道自己被尼姑所救。曾经是尼姑出身的她对这里并不陌生，也许是天意让她再次回到尼姑庵。老尼递给无暇一本金刚经，也正是这书让无暇大彻大悟。世上所有的事情，为己要超然若失，为他要和蔼可亲。只有放下仇恨才能继续前行。无暇绣完最后一针的时候，终于明白自己还有责任在身。绣房是玉家的根本，你要想办法保住它。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，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上海。当无暇走出房间的那一刻，他做出了重大决定。看到母亲泪流满面，他真的后悔了。这世上还有最爱他的妈妈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
我都会好好的活下去。重生后的无暇带着母亲来到上海，虽然她早有心理准备，可没想到踏进冬青的房子的那一刻，打击接连不断。二叔霸占了房子，拒不归还，甚至拿小妹妹红玉作为要挟。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无暇再次为了亲情忍让，结果接下来更多是让他意外。只见芷兰抱着孩子朝他走来，我和冬青的儿子。二叔露出得意的嘴脸，无暇不敢相信冬青竟然留下了孩子，明明是明媒正娶的他，竟被亲妹妹扫地出门。幸好在上海还有志香可以依靠，可不死心的芷兰非要把无暇逼回老家。他再次来到无暇面前炫耀自己的首饰，甚至谎称是冬青送给他的婚戒。死而后生的无暇早已参透佛法，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。芷兰的小心思根本不能激怒无暇。无暇无意中发现父亲的遗言，里面竟是玉家祖传的凤穿牡丹心法。要放下真正的恩怨，要领悟真正的大爱，要得到最终的平静，才能秀出真正的凤穿牡丹。3年的闭关研究，再次看到凤穿牡丹恍如隔世，民间一直流传的凤者得天下，而如今无暇正是他的唯一传人。终于无暇在志香的帮助下开启了绣坊，祖宗留下了天下第一的牌匾。时隔5年后在上海立足，无暇在赚钱的路上更是帮助了很多的女性自食其力。可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有个默默付出的男人。玉母深知志香的心思，这几年志香对无暇的好她都看在眼里，为了给他们创造机会，无暇卖艺买肉为名先行离开。这一举动志香心领神会，无暇并不是不懂他的心思。看着坐在椅子上的志香，他仿佛看到冬青的影子。这刻无暇恍惚中把他当成冬青的替代品，无法回应志香的爱，终究成为无暇心里的痛。他本以为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，可随着无暇的名号越来越大，他的声望引起了小日子的注意。营田大佐邀请您，可是带着莫大的诚意啊。我的拒绝也是带着莫大的诚意。无暇毫不留情地当场拒绝，接着无暇的绣品到处碰壁，甚至无人问金佳佳被拒。实在是对不起啊，你们走吧，我真的不能要你们的绣品。无暇知道这对小日子在背后搞鬼，即便绣坊关门大吉，他与无暇也绝不向小日子低头。眼看时机成熟，小日子再次登门拜访。我们日本人愿意要你的货，就算1张都卖不出去，我也不会用中国的针来绣日本的画。我的绣品就算1张都卖不出去，我也不会用中国的针来绣日本的画。女人拒绝和小日子合作，没想到这一幕竟被记者记录下来，大家纷纷赞扬无暇的爱国精神。你看人家都上报了。原来二叔看到无暇的生意风生水起，故意使坏在小日子面前推荐无暇，并告诉他民间有个流传得凤者得天下的预言，立马引起了小日子的兴趣。二叔本想拍小日子的马屁，却没想无暇在各种施压下仍不屈服，于是小日子把这事怪在二叔头上，逼着二叔让无暇现场展示绣艺。与无暇的针一定要绣我们大日本的图案。二叔居然搬出他的2个妹妹来求无暇，你应该拒绝他。如果我拒绝的话，祸事就完了。冬青的心血都在你手里，你一定要去。志香欠着无暇擦亮眼睛，这就是二叔的圈套，他要借着小日子的手除掉无暇。可他为了玉家的荣誉，为了姐妹亲情，他来到小日子的公馆。二叔在心里嘲笑他，你强硬了半天，还不是这样。樱田先生，我准备好了。画面上日本海遮天蔽日的大浪，这就如同日本帝国蒸蒸日上的气势啊！本以为无暇是来向小日子屈服，可当大家看到绣品的时候都傻了眼，特别是二叔，虽然他们是死对头，但在这刻他不得不佩服无暇的勇气。于女士，能告诉我你绣的是什么吗？它出自宋代诗人陆游的书份，这图上绣的就是铁马秋风大散关。无暇用他的绣品让小日子颜面扫地，就连一个小女子都能这么勇敢。当初被小日子恐吓的商家们都纷纷勇敢地站出来支援无暇，精湛的绣艺让国人赞叹不已，绣品瞬间供不应求。你要玉无暇的绣品呢？我们这里早就断货了。甚至外国友人也前来洽谈，而无暇流利的洋文更让志香着迷。Welcome to our place。没想到你洋文这么好。如果没有冬青，我恐怕也不会开始学洋文。无暇再次提起了冬青，志香并不介意，她甘愿当冬青的替身，只要无暇能一直陪在自己身边就好。志香这些年的默默付出，终于感动了她。丈夫死后，无暇从未碰过胭脂，而今天她为志香穿上精致的旗袍，瞬间让她着迷。无暇第一次来参加洋人的酒会，因为有了志香的陪伴，她并不紧张，端庄娴雅，落落大方。精致的旗袍更加衬托出与众不同的气质，似乎无论在何处都能吸引人们的目光。大家都在赞扬他们是天生的一对。看到志香尴尬的表情，
巫霞反而会心一笑，不知这笑里包含的到底是亲情还是爱情。这一晚，志香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他开心的并不是帮助巫霞签订了跨国订单，而是当听到有人说他们是一对的时候，巫霞竟然没有反驳，这让志香幻想他们的感情是不是又进了一步。终于他鼓起勇气说出了埋藏心里很久的话：嫁给我吧，让我替冬青好好照顾你，我会给你幸福的。男人默默守护了女人多年，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，怎料女人的心中始终装着一世的丈夫。男人以为从此两人再无交集。我们回去吧。这句话犹如一道曙光，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。从此后，志香闭口不谈感情，只为能陪伴在巫霞身边。然而命运似乎总是捉弄人，玉家的姐妹再次遭遇困境。当年红玉不听父母的话，偷偷跟着二叔来到上海，这些年二叔并没有给她任何名分。如今红玉10月怀胎正在难产，而二叔为了利益，选择和局长的女儿结婚。当得知红玉为他产下女儿后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竟然要把他们母女偷渡到国外。红玉来到码头，感觉事情不对，谎称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机会，悄悄钻进木箱子里，兜兜转转，箱子竟然送到了巫霞的绣房。见到亲人的那一刻，红玉才深刻体会到世上最可靠的，始终是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。一心想要灭口的二叔穷追不舍，好在芷香在幕后帮忙。正在一家人因团聚而高兴的时候，芷兰气势汹汹的来兴师问罪：骗得了所有人，但你骗不了我。你不要再冤枉大姐了。大姐甚至误会巫霞破坏妹妹的幸福，岳母一巴掌也没能打醒芷兰，反而让事态越发越烈。岳母就这样被芷兰活活气死，而岳母的葬礼在志香的帮助下顺利出殡。看着为自己操碎心的志香，巫霞的愧疚感油然而生。这样的好男人每天围着自己转，又给不了他想要的结果，到底要何去何从？巫霞还没来得及考虑清楚，芷兰的孩子就发生了意外。偏巧孩子流血过多，需要大量输血，因此揭开了孩子的身世。你们两人的血型都不符。芷兰终于向巫霞坦白真相：东东不是冬青的儿子。自从母亲死后，芷兰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当年因为自己的任性害死了冬青，如今自己的胡闹又气死了母亲。即便自己错的再离谱，巫霞总是那个温暖她的人。记住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援。回想起自己对姐姐做的那些缺德事，芷兰终于她向巫霞道歉，并告诉巫霞自己和冬青是清白的。冬青自始至终爱的人只有巫霞，因为孩子的病，姐妹二人解开了多年的心结，也因为救孩子，芷兰再次见到孩子的爸爸。真想不到，他竟然是我儿子。小四真诚地向芷兰道歉，自己当年不该不告而别，幸好没有造成终身遗憾。让我一起照顾东东吧。看着妹妹找到属于她的幸福，巫霞深感安慰。她对得起身边所有的人，却唯独对不起志香。我对你的爱已经无所求，我从来没有奢望你会爱我，只要能够让我在你身边，看着你快乐的生活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他们的感情就像两条平行线，永远不离不弃，却又无法在一起。可即便这种爱而不得的相伴，志香也心满意足。随着时局动荡，巫霞把妹妹都送到安全地方后，义无反顾投入到爱国的大潮中。不久后，志香在战场上看到了巫霞的身影，她知道无论身在何处，他们的心始终紧紧相连。